两个人起身互作道揖，李长寿转身走出小门，朝着店门而去。刚走没2步，李长寿脚下一顿，突然捕捉到了一点不同寻常之处。孔雀妖，就这。大地深处，李长寿的指导人带着指导人军团停靠在了一处石缝中，远远看着天空中的斗法。刚看了一波七宝盆栽对阵屠老大，再看几名天仙在空中互啄，李长寿着实是有些提不起兴趣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。行吧，是他白担心一场。说来也是，异想天开，孔宣那是什么样的存在啊？怎么会现在还跑出来无故吃人呢？孔宣，封神第1大刷子，本命神通五色神光，在封神大劫之中直接横刷一切。这个神通刷宝物比落宝铜钱好用100倍，刷生灵更是连准提圣人也能刷得动。不过在封神大劫时，孔宣在跟准提圣人的对决中，正因为使用了五色神光刷住准提圣人，准提自神光中画出圣人法体，破了五色神光，孔宣由此落败。换个角度，这准提虽然是你退群吧这种层次的圣人，但终究已经成圣了呀。孔宣虽不能敌，却逼得准提现出圣人法体，足可见孔宣这手神通有多么强横，完全就是三教大师兄级的存在啊。由此第一个疑惑随之而来，这个家伙没事去掺和封神大劫做什么？根据李长寿所了解的讯息，孔宣乃是天地间第1只孔雀，有先天5行气半生，好像是凤族元凤的血脉。这是一些洪荒小道消息，李长寿也无法确定真伪。在渡仙门门内典籍中倒是有过这般记载：上古巫妖大战，人族艰难生存，忽有一神鸟孔雀自南而来，张口吞人食妖，以此玩乐。后因杀孽太重，惹来天罚惩处，又得大法师现身击之，神鸟落败，为大法师所擒，送归于南。这说的就是上古时孔宣出世的那一遭，也是大法师少有的几次出手记录。再看此地空中正跟渡仙门仙人斗法的，确实是一只孔雀妖，身长10丈，利爪尖嘴，浑身长羽，多呈金蓝之色，修为境界也就是在天仙境。此时他已经被数位渡仙门长老连同有清玄雅压制住了。有清玄雅立于云端，一双纤手并着剑指，掐法绝时，留下道道残影。16把闪耀着冰蓝寒光的飞剑左右穿梭，将孔雀妖打的是长羽乱飞，浑身伤痕。真实的激战是这样的，隔着千里就扔出了板砖，圣人的灵宝与先天至宝轻轻一碰，天地黯然失色，仿佛就要天塌地陷了。虚假的激战是这样的，大部分观战者的目光都被立于云端的仙子给吸引去了。她穿着冰蓝色长裙，青丝简单竖起，身段不妖不媚，却是那般的醉人，将仙灵2字诠释的是淋漓尽致。总体而言，这儿的局势已经完全被控制住了。李长寿又看了眼自己这一具指导人，以及临时从东海调来的指导人军团，嘴角轻轻抽搐。来都来了，多看一阵吧。稳一手，等渡仙门几位仙人功成身退，我这指导人再跟着一同退去便是。地上有数十名身着铠甲的将领，修为大多是在反虚归道境，有5、6名将领的战力已经堪比卓仙了。这些凡俗之中的将领在下方摆出阵法，也不敢冲上去擒妖，虽然没有出什么力，但是稍后自会算他们一份功劳。此地的具体位置处于东胜神州西南角落，离着南赡部洲很近，距离黑豹夫妇所在的山谷不过是6000多里。俗世在不断的扩张，李长寿的仙识扫过方圆数万里，所见平原山川尽是凡人的踪迹，发展出了数个强国，数十小国，
相互之间连年征战。掌门季无忧口中的有秦国，就是有秦玄雅的家乡东胜神州红林国。红林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处于东胜神州南端，现如今呢，已经将势力发展到了南赡部洲。虽三界凡人无算，国度部落繁多，但红林国也算是少有的跨洲强国，国运还算强盛。如今的凡俗，但凡成为一国之主，就有一份人族气运加深，但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气运，让他们无法踏上修行路，无他，天道所限。有一个现象在李长寿看来也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凡俗大国之中，将领、元帅、小半都有修为在身，原本都是炼气士。李长寿的海神庙已经遍布南海之滨，更是曾驾舟在南赡部洲游历，做过详细的调查。南州这些进入俗世中的炼气士主要有3个来源，其一，有许多仙人自觉修行突破无望，或者是道心欲望较重，就会来凡俗之中享乐度日。如何享乐呢？凡俗之中的临时情节体验场所，这些炼气士自然是瞧不上的。他们要么成为一国之先卿，要么隐姓埋名，成为将领、元帅，努力妻妾成群，极尽荣华富贵。红尘滚滚，其实也是一种历练，但很少有仙人来了俗世做官还能再走回去的。道心污浊，道基被污，寿元缩减，仙路难复。得与失之间，天道老爷在维持着微妙的平衡。其二，是有浓厚仙门背景的国度，仙门大宗会直接派弟子门人为这个国度效命。这一类情况主要是集中在南赡部洲中部区域，很多凡俗王国已算是仙门的代言人，为仙门提供源源不断的财与仙苗。其三，便是当年的元清那般，想走拜师修行再回凡俗的路线。这3种情形自大禹帝君归于火云洞之后便已经开始出现，如今已经是俗世的常态了。南州、东州这些大国，要么王族发展出强大的保王势力，要么王族就是被控制的傀儡，背后存在某个仙道势力。较为强势的凡俗王族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为自己拉靠山，渡仙门就是红林国的靠山，享受红林国持续的供奉。不然的话，只靠山门周遭2000里内产量有限的灵脉，如何能够养得起一批批的门人弟子啊？凡俗秩序被仙道掌控，这本就是乱象。仙人私欲在红尘中被无限放大，这本就已是背道尽魔。李长寿为此也有1-2个大胆的想法，只是时机未到，猛烈改革也有可能动摇道门根基气运。将此妖就地格杀！空中传来本门长老的一声呼喊，李长寿专注地看向上方，却见己方几位天仙境全力出手，砸出了10数道流光，齐齐轰在那孔雀妖身上。这孔雀妖惨叫一声，自空中迅速跌落。有秦玄雅剑指前点，窈窕身形俯冲而下，10数把飞剑齐聚身前，凝成了一把3丈长的巨剑，对孔雀妖脖颈直直斩落。孔雀妖极力挣扎，扭头怒视有秦玄雅，额头涌出了一缕火焰，浑身迅速被火焰包裹，如火流星一般砸在地上，溅起股股火浪。有秦玄雅左手点在玉臂，右手剑指轻轻一震，身形骤然停顿，旋即向上倒飞，身周仙力盘旋，宛若一朵冰兰之花在夜空绽放。那把巨剑已经是展开火浪，包裹着冰蓝仙光，直取孔雀妖头颅。毫无征兆的，李长寿心底灵觉一跳，巨剑斩落，被火焰包裹的孔雀妖毫无办法应对，已经是低头认命。下一瞬似乎就是要头颅抛飞，大妖受戮了。正此时，那荡开的火浪突然静止，下落的巨剑被定格在了半空。
一抹青光极快闪过，孔雀妖瞬间就没了踪影。李长寿立刻反应了过来，那火浪和巨剑的静止都是错觉，实在是那一道青光太过迅疾。巨剑斩空，火焰消散，有秦玄雅轻轻皱眉，几位渡仙门长老满是错愕，下面的那群红林国将领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哼！一声冷哼自天边传来，循声看去，却见夜空月光之下，一道人影离着不知多远，静静悬浮于半空。而后刚出现的这人一步迈出，身前五色光芒闪烁，径直出现在了有秦玄雅和渡仙门几位长老身前。尚未看清来人面貌，青光闪过，那一只孔雀妖出现在他的身后。来人当着渡仙门几仙的面抬手轻点，孔雀妖身周的火焰迅速敛回体内，妖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缩小，化作了一名妙龄少女的模样，盘坐在云端。几名长老立刻向前，将有秦玄雅护在身后。有秦玄雅右手剑指轻轻晃动，那巨剑裂成十几把飞剑，环绕在身周，警惕地注视着这突然出现的男人。此人并未展露威压，身形修长，随意披散长发，一身翠绿锦袍打扮，但是面容又有些像女子，生得颇美。最奇异的是，他没有任何阳刚之气，也没有半点阴柔气息，阴与阳在他的身上仿佛完美相融，单纯诠释着一种莫名的美感。这人开口说话，带着一股傲意。他杀了多少人？道友何意啊？一位渡仙门长老皱眉道。了断因果。来人淡然道。要么本座杀了你们此地所有人，要么你说出被他所杀人族几何，本座去救对应数目的人族，就此两不相欠。这渡仙门长老目光闪烁不定，刚才此人登场那一手挪移神通已经是显露出非凡的道境。有秦玄雅轻哼一声，立刻就要开口驳斥，但是一缕传声钻入他的心底。别开口，惹不起。有秦玄雅秀眉微皱，轻轻咬着下唇，来人却是眉头一挑，淡然道：出来，地下那个。李长寿的嘴角抽搐了几下，却也并未多躲，只道人向上遁出了3000丈，解开土遁，出现在了那一群凡俗仙将之前。他用的是小法师中年道者皮，此时负手而立，抬头注视着空中，也有几分威严。道友真厉害，贫道玄都小法师，今日在此地也算路过，这几人都是出自我人教道场，还请道友手下留情。小法师？这人皱眉。你与那个大法师是什么关系？李长寿拱手。同门。有何凭证？李长寿拿出那个玉牌，随手扔了上去。这人手指一点，已经是将玉牌半路送回，目光复杂地盯着下方的李长寿。他近来还好吗？还好。哎，李长寿瞬间满头的问号，这个口吻，这个语调，还有对方那随之出现波动的眼神，咋回事啊？这天地正德碑还夜乎着呢，怎么都想着再搞一个洪荒大新闻吗？李长寿的心底正浮想联翩，来人已是驾云，带着那名孔雀妖化作的少女直直落下。上方渡仙门几位长老此时才反应过来，对着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反倒是有秦玄雅微微皱眉。人教小法师，刚刚对我传声的不是长寿师兄？正此时又一缕传声入他耳中。高人在场，今日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若我推测不错，这位高人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。有秦玄雅颔首答应。来人像是听到了李长寿的传声，露出了少许笑意。这个笑仿佛有着某种勾魂摄魄的魔力，宛若百花绽放的女子娇笑，又似温雅柔和的男子微笑。很矛盾，也很融洽。似乎为了印证李长寿所说，
来人背后有5道神光闪烁，发出了一股强悍至极的威压。这神光与威压一闪而没，但是那些凡俗仙将胆破心乱。几位渡仙门长老与有清玄雅也是面色发白，道心震颤。来人看都不看旁人，只是盯着李长寿的这一具指道人，保持着离地3丈的高度，傲然道：你所猜不错，我便是孔宣。前些时日，我这侄女血脉暴走，神智失守，我自闭关中刚刚醒转，一路寻到此处。她因已吃了一些人族，说个数量，我且去救了人，再来与你交谈。李长寿看向几名渡仙门长老，后者尽皆不敢说话。落在李长寿身旁的有秦玄雅却开口道：救人杀人，本自2件事。昔日我心智暴走，吞食10万人族，又如何？孔宣冷哼一声：其后妖族炼制陆无法宝，欲要灭绝人族时，我出手护住100万人族，偿还了因果。业障功德既可抵消，杀人救人又为何不可相互抵消？有秦玄雅一步向前，顶着孔宣不经意间散发出的威压，定声道：所杀所救，可是一人？孔宣那双凤眼一眯，冷然道：天数增减护体。所被吞噬者。哎，玄雅！李长寿赶紧站了出来，拦在有清玄雅身前：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啊！一旁有老者立刻道：此妖为祸凡俗，已吞食数十人。哼！孔宣的身形一闪，消失在原地，反倒是把他的侄女那之前伤人的孔雀妖留了下来。天地响起几声尖锐的呼响，夜空深处不断有光亮闪烁，少顷那一道青光再现，自李长寿身前一晃而过，留下了一只铁笼，铁笼中还关着数百名凡人男女。孔宣的身影站在铁笼上方，看着有清玄雅，淡然道：这是被妖族所擒的血石，10倍偿还。